副教授的妻子给校长送礼，校长动了邪念，让他送到家里去。副教授的妻子十分清楚校长的意图，他离开校长办公室，苦思冥想应对之策，心想要去也行，我必须暗中全程录音。校长给出的时间是周六晚上，周六一大早，校长便将副教授叫到了办公室。老同学，有个好事儿安排你去啊。打住，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同学呀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啥时候给我安排过好事儿？说吧，又有什么难题？副教授说的不假，他这位老同学靠着老子的地位一路青云直上，早早就当上了校长。可对于自己来讲，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所谓照顾，相反却一直明里暗里被这老同学打压。仲康，不要总是这样子想嘛，这次真的是好事儿，机票我都帮你订好了，下午的飞机到厦门，跟兄弟大学有一个交流会，明天开始一共3天，记住好好表现啊，这可对今年评定职称很有帮助。田仲康接过机票，心里还是半信半疑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张春达是校长，我在人家手底下干活，无论如何也得听从安排呀。于是他回家收拾了几件随身物品，跟妻子宋建玉打了个招呼，便提着行李箱赶奔机场。他这一走呀，妻子宋建玉更加确定了校长张春达的目的，必然是想着要占我的便宜，才支走了我的丈夫。今天晚上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去吧，势必有被张春达这个败类侮辱的危险，那怎么对得起丈夫田中康？不去吧，今年这职称评审，张春达肯定还得从中作梗，背后使坏，丈夫田中康很可能这辈子都只是一个副教授了，这对他不公平呀。怎么？因为田中康实在是太优秀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只要是他的课，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，田中康深受每一届学生的爱戴，包括宋建玉自己。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见到这位30多岁已经开始谢顶的老师，一开始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好笑，但是只听了1堂课，宋建玉就被征服了，他无比仰慕，爱上了田中康。后来听说田中康还是单身，兴奋的宋建玉一宿没睡着觉，第2天便跑去表白，被田中康一口拒绝。你现在还是个学生，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，不要整天想这些个事情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喜欢你，你还是回去多看点书吧。当时宋建玉是流着泪回到宿舍的，自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，每天书不离手，只知道学习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毕业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宋建玉在田中康的强力推荐下留校任教。更让宋建玉感到意外的是，在拿到聘书一起吃饭庆祝的时候，田中康向他送上了一束玫瑰花。回想到这儿，宋建玉嘴角上扬，露出了微笑，同时眼泪掉下来了，泪水顺着嘴角流进嘴里，咸咸的，这是幸福的泪水。他抬头一看挂钟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，没时间了，他必须马上去找张春达。见宋建玉如约而至，张春达高兴的好悬眉跳起来，哎呀，建玉呀，急死我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进屋后，宋建玉假装一愣，哎，嫂子没在家吗？哦，她出差了。那小阿姨呢？你不知道，只要你嫂子一出差，她就给保姆放假，正好现在就咱俩可以好好沟通沟通啊！哈哈哈。说着话，张春达伸过来一只肥硕的大手，其实他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可以说这一刻他已经等了10几年，盼了10几年了。当初宋建玉刚当上老师，张春达就被他的青春美貌所吸引，心想田中康呀，老同学，你下手够快的啊！没想到你小子还会有这么大的艳福，不行，我不能善罢甘休，必须想个好办法一亲芳泽。于是自那以后，张春达一有空便绞尽脑汁的想怎样才能够占到宋建玉的便宜。可惜的是，人家田中康与宋建玉夫唱妇随，感情深厚，一直都是形影不离。张春达见无从下手，他就利用职务之便，经常背地里给田中康使绊子。就拿这评定职称来说，按条件田中康早该是教授了，可张春达总有办法让田中康心愿难成。
这次见宋建玉背着老田不知道，偷偷给自己送礼，张春达可乐坏了。于是他马上抓住时机，诱骗宋建玉来到自己家里，并且提前支走了田中康。建玉，咱们快点开始吧。等一等，宋建玉推开了张春达的匪首。我得先问一句，这次能不能让老田顺利评定上职称？当然，过去咱俩没有聊过这事儿，也怪我疏忽。这次咱俩沟通好了，我保证盯紧了，让你心满意足啊！哈哈，来吧。说着话，张开胳膊抱住宋建玉，然后把臭嘴凑了上来。宋建玉本能的想要挣脱，可他身材瘦弱，张春达力气太大了，他根本动弹不得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张春达的手机响了，是他老婆打来的电话。宋建玉一听，故意咳嗽了一声。电话那头听到张春达身边有女人的声音，马上盘问起来。张春达解释不清楚，他老婆便开始破口大骂。宋建玉趁机溜走，回了家。张春达的老婆从外地赶回来，吵闹了好几天。等他好不容易把老婆蒙骗过去之后，这才又把宋建玉叫到办公室。建玉呀，我看这样，后天又是周末，我订个房间，你过来咱俩再好好聊聊。张校长，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这次我家老田的职称评定一定会顺利。我是答应了，可前提条件是咱俩得沟通好了，只要你让我满意，这事儿准没问题，否则的话就不好说喽。那好吧，我等你电话。说完，宋建玉扭头出去了。隔了一天，张春达果然在宾馆打来电话，叫宋建玉过去。宋建玉在电话这头给张春达放了2段录音，然后对着手机听筒说：张校长，您是希望我把这份录音交给嫂子呢，还是交给纪委？谁也别给，谁也别给，我答应你，老田的事儿一定办好，你只要把录音交给我就行。张春达认输了。不久之后，田中康果然顺利通过评审，终于把教授前面的副字给去掉了。怎么样，小鱼？我就说吧，不要总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你还逼着我给老张送礼，这关老张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咱谁也不给送礼，这还不是平下来了？是，你对，你对，我家先生永远正确。宋建玉一头扎进丈夫怀里，她心想，就让中康保持这份纯真吧，做一个简单快乐、脑子里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上面来人约谈了张春达，后来他就被带走了。学校调任来一位新校长。再后来听说张春达被调查出涉嫌多次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，最初的线索就是一段录音。